這裡就是我們這個房子最後釘放條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的廚房上面。看小贵的操作。他是用他手里那个小方条来，设定间距的。把这里缺少的这一节呢，给它接上一个小缺口。这里也有个缺口。现在也给它补上。飞檐走壁，真的是。那就把这些多余的部分呢，给它切割掉。就剩这一个小角落了，这最后一侧了，快了，就快要完成咯。这里就垫完了，看最後這邊的話就已經完成了。現在做斜面，前面是已經做好了的，就差這一小塊，但是這裡也是面積最大的。哎呀，幹不了重活，只能給他們打小雜。這個梯子扛過去呢，搭建一個跳板，不然他們老那個扛那個瓦片的話，得繞一大圈路。所以現在用這個梯子呢，在廚房上面，再加上堆瓦那兒呢，直接搭一個跳橋。從那兒過去的話，就要快捷許多。原來他們是要在這裡搭橋。直接把那塊大板子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後呢，這些小方條呢要放到那邊去，因為廚房那塊的材料不夠了。
現在又把這些小放條呢轉運到廚房上面來。刚才師傅這兒的材料都已經用完了，所以催促他們趕緊把那邊的小放條呢轉過來。看，他手裡的那個小木條就是這麼用的，直接用來對比間隔。這個小木條用來固定在這兒一個缺口，對比一下間距，感覺看別人做的都是比較簡單，沒有那麼複雜，但是自己實際上所做呢，我感覺到有一定的難度。这个空压机直接把那個釘子同住這個板子呢直接釘穿，這威力還是很大。才看到我們的李子原來已經紅了，成熟了，可以吃了喲。现在他們準備在這裡搭建一個跳板，搭建跳板。快了，快了，還有一點點就完成了。一會兒來了我就曉得，等就好了。好了，這個位置呢就已經墊完了，以後再也不怕這個雨水會飄到我們的屋內去了。小姑父做這個的話，速度就要快了許多，很快很快。沒有改造之前呢，上面那一片是有很大的空洞，沒有蓋瓦片的，所以每一次下大雨，然後再加上刮風的話，那些雨水被吹起來，然後再加上濺起來的，它就會往我們這個屋內飄。那時候的話，這一面牆上面都是濕的，都是雨水打濕的，所以現在我們就再也沒有這個後顧之憂的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好了，現在上面的放條全部都已經墊完，